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我们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是柳暗花明好多村。其实它的整句话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那这是宋代的陆游的诗啊。后代的人呢，经常将这两句诗呢，把它改为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整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水路呢很曲折，坐船行于水面上啊，本来以为前面的已经没有什么路了啊，谁知呢转个弯呢，通过幽暗的树荫呢，突然出现眼前一片明亮的景色啊。这句话呢被后世的人把它用来形容人生啊，已经陷入了绝境啊，忽然又出现转机啊。意思是告诉我们，在逆境中往往蕴含着无限的希望，所以碰到逆境或事事不顺的时候呢，先不要气馁，学习这句话的启示啊。什么启示呢？换成我们现在的庶民语言呐，比较接地气的语言呐，叫做不怕不景气，只怕不争气；不怕没生意，只怕没创意。不论前路多么难行难办只要坚定信念勇于开拓人生，就能绝处逢生出现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新境界本来是走投无路结果呢，不但天无绝人之路还绝处逢生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才说好多村不止又一村。每一个人一生当中很难避免不碰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这种困境一个家庭、一个公司、一个团体，甚至是一个国家，都是一样。所以才说要做好危机处理跟风险管理其实呢，危机处理跟风险管理呢，要做好之前呢，要先做好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心灵管理管不住这颗心呢，如何管得住念头、情绪、思维、态度等等所以有一句话说擒贼先擒王就是这个道理意思就是要打击敌人就要先抓住为首的人，先抓住这个首领同理嘛，要赢得球赛，就要先看住或盯住对方这个得分之要的这个前锋这场球就赢定了因为对方的前锋被你看住的话，他就没办法出手得分了嘛，对同理呢，要控制一匹马，就要先能控制那一条缰绳缰绳的控制马嘛人来控制缰绳嘛是这样子那人生的道理也是如此何尝不是如此呢要突破困境，要先突破观念要柳暗花明又一村就要先心清自明在一心。这个心很重要心境是主人环境是仆人仆人再怎么能干，但却有一个头脑不清楚的主人这样呢也是没有用那如果换成仆人来掌控、来指挥这个主人的话，那就更不对劲了。哪有仆人在掌控主人的头脑不清楚呢，更会苦了手脚，手忙脚乱这不是事情很多而乱是头脑不清楚而散乱。所以要管得住这颗心头脑才会清楚管不住这个心头脑自然是昏沉跟散乱这个时候自然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嘛陷入死胡同里面心灵管理做得好了，危机就变转机转危为安的意思。那风险防范的好，风险变保险化险为夷即使陷入困境，也能立即脱困而出即使还没有看到柳暗花明至少呢
也不会被问题缠身呢。这叫做自保啊，明哲保身的意思了哈。但是如果处理的不好呢，小的话呢烦恼没完没了那大的话呢是风云变色万劫不复，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呢也看了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就好像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疫情对人类是很大的教训，也是每一个人最好的生命教育的机会所以证严上人才会说大灾教育嘛。问题是我们受苦受难之后呢，有没有从中受教，得到教育，得到教训呢？这才是关键否则呢，白白的受苦受难，那付出代价却没有学习到，那就很可惜啦。有一句话呢，很让我们警惕人们得到最大的教训呢，就是永远学习不到教训了。为什么？因为有健忘症人都有健忘症事过境迁又忘得一干二净常常一错再错呢，重蹈覆辙。疫情一开始全人类确诊重症往生的往生大家呢束手无策被这个隐形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死伤累累锁国的锁国，封城的封城，封区的封区，人人被行动管制，被限制在家里，出门无路关在家里更是无路可走所以证严上人登高一呼提醒大家了可以身可以被封住，心不要被封住心灵不能空虚精神不能松懈要精进如常，活动如常，关怀如常，推述如常这样身心不会被疫情搞得呢很不正常所以人生越是困难，越是要悲智双运这样呢才有可能呢柳暗花明好多村那其实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很清楚嘛，我们的生计、生态、生活、生命、生机被疫情重创而被迫默默的接受，默默的承受，有苦难言感觉就好像是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一直到疫苗出来了，疫苗问世了才感觉到有如柳暗花明又一村让人充满了希望但是至今我们还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还是一样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什么即使很多打了2剂的还是确诊这样打了2剂就是永保安康的吗？很难讲。现在又发生南非变异株的新的变种病毒又开始出现了。本来大家已经解封的国家又开始封城封国了，而且这些国家也打了2剂了，覆盖率也蛮高的啦，所以真的是防不胜防现在很多国家开始担心了，再继续封城或行动管制下去呢，国家经济或者民生生计都是很需要同时被正视的严正的这个严肃的这个议题以柬埔寨来讲只要打过2剂疫苗的，无论本国人或外国人行动自由不受到限制，他们医院也不再做筛检了，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生活常态。现在柬埔寨是这样子从11月份就开始了那这样做有一个前提，就是疫苗的施打率呢要高。柬埔寨2剂的施打率已经超过80%以上打3剂的超过60%打3剂也这么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大解封所以现在我们呢可能也要有心理准备，与疫同行就如身上的病不能完全治愈只好与病为友与病共存，甚至呢以病为师这个是境界更高的了这个也好像什么，如了逆境既然无法避免人生难免嘛，
不碰到逆境更困难嘛，难免。我们只好感恩接受，不但不被这个逆境影响了，反过来还要妙用它。既然没有办法拒绝它，就接受它了嘛，然后再妙用它嘛。同理，苦既然是人生的本质苦既然是我们贴身的老朋友上次有讲过那我们就以苦为师贴身的老朋友只好以他为师，以苦为师那也是一样要感恩接受这样才能够把吃苦当进补所以说呢，凡夫是苦中作乐，那智者呢是苦中说法，这两种意境是截然不同我们要学习后面那个，智者是苦中说法，对苦我有感受，但是我不生反应，这个是上次也有分享过了思维能够这样子建立起来的话呢，那才有可能呢，柳暗花明好多村呢。这个观念这个正念要建立起来有时候我们感觉是身体的身陷绝境呢并不是身体陷入绝境了，而是心灵呢陷入绝境了好像工作碰到瓶颈或者人生遇到瓶颈其实呢这是表面上看到一个现象而已表面上看到这个瓶颈它是一个现象，其实真正的瓶颈早就形成了，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去察觉而已这个真正的瓶颈就是什么？就是观念的瓶颈观念卡在那里了，突破不了。所以观念的瓶颈叫做因果的因这个因如果没有消除的话呢，那果还是会出现。观念没有突破而想突破工作的瓶颈或者人生的瓶颈各种瓶颈都好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没有对症下药了，所以呢结果也是很有限就好像一直在努力照顾那个树枝跟树叶，却没有照顾好那个树根跟树干而让这个树根跟树干长虫了或者烂掉了，那这样这棵树你枝叶修剪的再好了，也是一样看不到希望了，也是没救了。我用这个来比喻，大家应该都听得懂了脚脏了，我们都懂得要洗脚；手脏了，会懂得洗手。尤其现在呢，更会洗新冠疫情叫你勤洗手身体脏了呢，我们懂得回去要洗澡；那身体累了呢，也懂得要睡觉休息；身体饿了呢，要懂得要吃饭；身体有病了，要懂得要吃药、打针看医生甚至呢，身体呢吃得肥肥的还要减肥所以讲了，照顾这个身体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效率，做得非常好，也很积极但问题是心灵呢身可以照顾得很好，但是这个心呢刚好怎么管住这个心呢？对，所以心灵就是什么？内在的家了如果我们内在的家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呢，那么外在的家呢绝对无法呢井然有序，或外在的环境我们呢打扫得很干净身体呢处理得很好，但是心灵的处理得很不好内在的心常常处于一个不安定、不安稳、不平静，那这个叫做外清内浊了外在的这个很清净，内在的很污浊了，意思是这样子的内心的家呢，内心的家指的就是什么？我们的心灵那外在的家就是我们的身体这样解释每天早上呢出门上班，我们都要快乐出行，欢喜富归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嘛看可不可以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平平安安、从从容容、轻轻松松、悠悠哉哉，这样才是活得很清安自在。有些人呢，终日是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其实也不是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而是自己的思想跟观念的不正确。这样的人呢，很容易将3分的不如意，把它夸张为10分的痛苦，去高估困难的程度了
没那么困难，你把它高估而已啊。所以这个都是念头跟观念的问题，很重要啊。我认识一位新加坡的实业家他是开5星级的高尔夫度假饭店他也有来参加慈济但因为工作忙了所以呢，他只能参加我们的开会啦，一些室内的那些静态的那些会议或活动啦。但是志工活动他就没有时间参加就很忙有一天呢，我们召开会议他来参加开会，大家很错愕，看到他很错愕因为他一脸的什么鼻青眼肿，怎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就问他原因嘛，他就说了，他说，哎呀，最近自己很倒霉啦，诸事不顺啦，办公的时候嘛，用那个美工刀不小心就割到手，那走路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踢到椅子也没什么，但是他脚肿起来，开车的时候嘛，跟别人的车呢要擦撞，那更倒霉的是什么？他在几天前呢，清晨呢，天未亮的时候呢，在自己的高尔夫球场里面慢跑因为视线不清不小心呢摔到那个球场的水沟里面排水沟里面那种水沟都不是很深的了，还好了他讲话中呢，频频的唉声叹气一直说最近自己呢，这个运气呢很不好，很倒霉他讲福建话紧衰，一直讲自己很倒霉了。等他讲完之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董事长，你刚刚讲的这些话，都是以负面的语言呢，在加深自己呢不如意之事这样呢于事无补了，而且呢在加深你的烦恼的印象我说要学习提起正念，以感恩心跟欢喜心来接受它。他回答我，他说我碰到这连串的倒霉事情，我还要感恩我回他，不止感恩还要欢喜接受，你这样才能够随缘消旧业甘愿做欢喜受的意思的他就问他说那要怎么提起正念？我跟他说我跟他解释，我说你要知道你的人生剧本本来是写的那一天呢，你要掉进大海里面的。但是他参加慈济5年了嘛，但是这5年来呢，你有持续在行善布施累积了一些福报，所以老天爷呢看你这么有心呢就把你的剧本改写了，本来要掉进大海，把你改写成掉进水沟里面这样你要不要感恩？这是众业轻报，非常庆幸的，对，这样你要不要感恩他恍然大悟了，他脸上一扫阴霾原来真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选择掉到水沟里面，所以掉到水沟里面也要感恩一切都是好因缘他整个脸马上亮起来。所以呢，信与不信都是福嘛，关键在哪里？一念之间，这个观念的瓶颈要把它打开有一位老爷爷在路边走被一位骑着脚踏车的年轻人呢不小心的擦撞，然后他就跌倒了嘛。那老爷爷呢就很不高兴，就破口大骂，那年轻人怎么骑脚踏车都不小心怎么样一直骂那这位年轻人呢，这个老爷爷一直骂嘛，这年轻人就跟这个老爷爷讲了，他说老爷爷你刚刚是被我的脚踏车撞到你要感恩呢。老爷爷说，我无端端被你撞到就很倒霉了，我要感恩什么那年轻人就说了，老爷爷你要知道我平常都是开砂石车的呢。这样老爷爷要不要感恩当然要感恩了。被砂石车撞到跟脚踏车撞到那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被脚踏车撞到要感恩对。在印尼呢，我有两位台商朋友他们合伙呢做这个家具出口那持大股的那一位呢，看到景气这么好，就想买下小股东的股份，他要独资的，他不要跟你合伙了。那这位小股的台商呢，认为呢，这个大股的他收购的价钱呢不是很令他满意，他认为还可以再高了
但是他这个大股没给他那么高了，他这个小股向我倾诉啊，我跟他说哎呀，你们两个也都是好朋友嘛，对不对啊？才会合伙做生意嘛，对，那争来争去也是那一点钱嘛，好来好散，你拿了一笔也是算是不算少的钱呐，虽然不是你没有达到你的理想，但是也不少了啦，你也从此不必操心工厂的事情啊，还可以提前退休，也没有后顾之忧啊，你是从此无事一身轻呐，何乐而不为啊？对，你忍一口气就海阔天空，我又近似语跟他讲嘛，那争一口气呢就祸事临头啊，对，股份被收购也是好事一桩啊，值得庆幸，因为他要一个人扛一间大工厂，那担子呢加重了很多。是福是祸也很难讲，对。结果呢，拆伙之后没多久爆发了2008年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啊！因为他们都是销美国的这些东西家具都销美国的也就是雷曼兄弟的那个破产的那个案嘛。在一片哀嚎遍野中景气好的时候，不被人家看到的那种致命的隐忧跟隐患呢，都暴露出来了。造成经济大萧条，我相信有在做生意的人大概都有经过这段历史欧美订单的大量减少工厂的呢倒的倒，关的关那时候很严重这位小股东呢，这位小股的台商呢，逃过那一劫了，因为已经拆伙了嘛。现在在台湾，他现在在台湾呢，享受幸福快乐的余年呢，退休日子而那位大股的台商他变成家族企业了，全家跟那间工厂呢绑在一起，工厂是蛮大的了。所以圣贤上人讲事大业就大，所以他叫苦连天跟当年我进工厂也是同样那个时候不是那时候，我是1997年的那时候也是发生这个金融海啸嘛。那跟当年我进工厂那种进工厂好像进地狱的那种痛苦是一样的。所以有人是因祸得福有人是福祸相连看起来是福可是呢后面接的是祸这跟现在新冠疫情之下的各行各业一样了是少数欢乐呢，多数愁了所以呢，欢乐的商家要继续保持无常观，忧愁的厂商要深信因缘观这个道理透彻了，就比较不会怨天尤人了，自怨自艾了，也才能够呢体会什么叫做逆来顺受，顺来看破。有这样子的思维，就是正知正见、正念。无一路不是没有路因为天无绝人之路嘛，是你自己怎么样钻牛角尖钻到不见天日其实呢，地球的后面跟前面都一样大那何必一定要往前呢？前进无路的时候，就往后进，不是往后退虽然都是同一条路了，但是后退跟后进因为思维不一样心态不一样所以有不同的遭遇也就是不同的心念呢，会造就不同的命运，所以才说以念转运嘛，一念心转万境转等你回头一看，条条道路通罗马嘛，对不对？天涯何处无芳草嘛，何必单念一枝花呢？也是一样嘛，心念一转的海阔天空了嘛。柳暗花明不是又一村好多村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有一位资深的志工呢，他买了一辆7人座的厢型车因为可以载比较多的人嘛。新车拿到之后呢，他很烦恼，因为车牌是4453他很烦恼他就跟我说：“哎呀，我拿到这个车牌很不吉利广东话说什么“谁谁53 4453我跟他说：“你怎么会这样解读呢？当你跟我讲你的车牌是4453的时候呢，我想的不是
嬉戏无声呢，他说是嬉戏无声。我说我想的不是这个哦，我马上想到的是什么？是世事无伤，事情的事啦，世事无伤。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伤害这一家人的。他一听，很高兴哦。这样这个号码是吉祥的，是吉利的号码了。我说是啊。后来这辆车子呢，开了差不多整10年才换的，因为新加坡10年的车子你换的话会比较优惠哦，它有奖励嘛。哦，他整整开了10年了，这10年中，出入平安啊，大小平安啊，行车平安啊，才是一辆菩萨车啊，载的都是那些为大众付出的这些人间菩萨啊，是菩萨车啊。所以你看，一念之间呢。以前还有一个会员的买了一辆新车子，也是一样，这车牌是什么？9413呢？他也是很烦恼啊！哇，这辆车子车牌是9死1生呢，很不吉利啊！他也是忧心忡忡，想要去换牌嘛。他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说：“你干嘛换掉？这个号码是可遇不可求，是很吉利的一个号码呢。”他说：“9死1生怎么会是好号码？”我跟他说：“当你跟我说9413的时候，我想到的跟你不一样了。你想到的是9死1生呢，我想到的话9死1散就不一样。9死1生跟9死1生的差多少啊？什么叫9死1散？开这辆车的车主呢，常常就是日行一善当志工啊，所以他一善的破千灾了。然后他听了之后呢，非常高兴，原来这也是吉祥的号码。所以一个人的心是什么样子思考习惯，就会造就什么样子的命运呢？就在一念之间嘛，就是刚刚讲的嘛，以念转运就是这个意思嘛。念头一转就好命的了，念头一转又变成不好命的了。念头一转在天堂，一转又在地狱，一转呢在佛境，一转又在魔境啊。一念之间，天堂地狱都在一念之间的，你看看，对。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次呢，我还记得一位师兄啊，他载我去外面用餐啊。新加坡如果各位有去过都一样，他的这个都市设计道路设计跟马来西亚一样的，外面有大马路嘛，可是你大马路要进到社区里面的时候呢，还有社区里面的马路，它不是像台湾一样门一出来就是大马路，它不是的。那还要经过社区里面的社区道路了这样是比较安全。老实讲那进入社区道路之后呢，道路的两边呢就是停车场，你可以慢慢看找停车位那这个停车场呢是长长的，那天去我们这很长，非常长的，是非字形的这样子停的那它的尽头呢就没有路通的，所以呢都是同一个出入口。那刚好我们的车子是厢型车嘛，位置比较高嘛，所以看得很清楚。那这位师兄呢，车子一进到这个社区道路里面，马上就看到远远的整条的停车场，车子停满了，没有地方停车子，马上他就要掉头了，要转到另外一边去停了。我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还没有开到尽头就要放弃了，难道你不开进去试试看吗？为什么这样就要放弃呢？我并且跟他说这么长的停车场里面是停满了车子，很多车子，但也会随时有车子离开里面还是有机会的其实我们当做一起学习的因为平常有学佛，我们就拿这个来互相学习嘛。那他听我的建议就把车子开进去了就一直开，也两边都是停满车子他就我跟你讲没有车位停，你不相信，你看一直要进来就开到尽头没位置停当然要回头嘛要回转嘛，要回转车头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呢，刚好最后一辆车子，那个车主呢打开门要离开，刚好我们就很顺势的就把车头那停进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刚刚如果没有开进来的话，你就会失去这个机会，也就没有后面这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产生了。这种事情呢，把它用在山穷水尽疑无路
柳暗花明呢，又一个车位来形容啊，是非常的贴切的。其实这个道理呢，跟打高尔夫球的那个情形是一样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打高尔夫球，你如果没有去打，至少你也知道电视里面他们在玩什么嘛，对。在果岭上不是玩那个推杆吗？要把那个球推到洞里面去嘛，对。这个推杆的时候呢，必须确保呢，球的距离呢要超过那个球洞。这个是球洞，对。你这样打过来，你这个球一定要超过这个球洞啊，你才有机会进洞了。因为超过这个球洞嘛，如果球速不够，没有超过这个球洞，在球洞的前面停下来了，你方向再怎么准呢？即使停在这个洞口旁边的，没有超过这个洞，也是不会进洞嘛，对不对？方向再怎么精准，也是不会进洞，因为怎么样？你在洞前面停下来，你没有越过它，你没有超过它，就刚刚我们停车的意思也是一样嘛。对，你没有进去，你马上离开，你就没有机会了。你球要超过这个球洞，你才有机会进洞，道理是一样的。对，所以告诉我们什么？超过洞口是进球的先决条件。你必须超过这个洞口啦，是先决条件。那就跟呢福报是可不可以赚钱的先决条件啊。这个上次我们都有讲过了嘛，对。有些人糊里糊涂就赚钱，福报嘛。有些人能做得要死，做不赚，福报问题啊，道理是相通的嘛。那还有一种情形呢，我们刚刚讲停车那个事情，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明明是有位置停的，但却想继续往前，再找更好的车位，贪心呢？当发现前面的车位停满了，而想回头再找刚刚看到那个车位的时候，结果呢，说时迟那时快，被人家停走了，变成没位置停了。这个里面也是充满了人生的哲理啊。用一个寓言故事来说明呢，大家会更清楚。有一天呢，柏拉图问他的老师啊，苏格拉底啊，老师，什么是爱情呢？那苏格拉底就跟他讲了，现在请你穿越这一片麦田，去摘一颗整个麦田中最大又最金黄的麦穗来，叫柏拉图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个规则只能摘一次而且不能走回头路，你要一直往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就照老师的话去做了，结果他两手空空的走出麦田。苏格拉底就问他：“你怎么都没有摘到半颗啊？”他说：“因为只能摘一次，而且不能走回头路。虽然这个过程中呢，我有见到最大最金黄的麦穗，但因为我想说前面可能还有比这个更大更好的，所以就没有摘了。等走到前面的时候，发觉都没有比之前我看到那个更好的。结果我想再回头去摘，可是已经错过机会了，因为不能回头嘛。苏格拉底的这是意味深长的说这就是爱情啊！你刚刚问我什么是爱情嘛？这个就是爱情。那这个有什么启示呢？我们刚刚停车不是一样吗？对，你以为还有更好的，结果你没有停，结果没有了嘛，一样的意思嘛。那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世上没有最完美的情人下一个也未必更好啦。所以你要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要无怨无悔，这是爱情。好，第二个刚刚柏拉图问他什么是爱情嘛，对，那现在又问他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婚姻？那苏格拉底说就跟柏拉图讲，来，现在请你穿越这一片树林，去砍一棵最粗最壮的树回来，要放在屋子里面做圣诞树，但有一个规则，只能砍一次，而且不能走回头路。那柏拉图就照老师的话去做了。不久之后呢，他带了一棵不算是最粗最壮的，也不算是最小的树回来了。那苏格拉底就问他了，你怎么砍了一棵这样的树回来？
一看都不是最粗最壮的嘛。那柏拉图就说啊，当我穿越这个树林的时候呢，看到几棵很粗壮的树。这一次呢，我汲取前次的那个教训呢，摘麦穗那个教训呢，一看到这棵树还不错，就赶快把它砍下来了啦。哦，虽然这棵树呢不是最粗最壮的一棵啦，但是我怕什么？我怕如果没有赶快选择它，又错过机会了，可能就空手而归了。好，他这样讲。苏格拉底就跟柏拉图讲，这就是婚姻呐。那这什么启示？婚姻虽然是自由恋爱，现在大部分都自由恋爱嘛，对，婚姻是自由恋爱而来的，你再怎么挑，还是不离三世姻缘呐。所以，既然有缘千里来相会啊，那就怎么样？知缘、惜缘、结好缘呐。再怎么是恶缘，也要化解恶缘，结善缘呐。这就是婚姻呐。好，还有一次，第三次哦，这柏拉图在问苏格拉底啊，老师啊，什么是幸福啊？那苏格拉底就跟他讲，来，这次，请你穿越这一片田野。去摘一朵最美丽的花，有一个规则，只能摘一次，而且不能走回头路，规矩都一样的。那柏拉图就照老师的这个指示去做了。不久之后呢，就捧着一朵很美丽的花回来啊。那苏格拉底就问他了：“这一朵就是最美丽的花吗？”那柏拉图说：“当我在穿越这片田野的时候呢，一眼就看到这一朵最美丽的花。”马上就把它摘下来。虽然之后我陆续看到许多比这朵更美丽的花，但依然坚信我自己手中拿的这朵是最美的。我坚信我拿的这朵是最美的。这样的信念呢，不再动摇了。所以我把最美丽的花摘回来了。这时候呢，苏格拉底就跟柏拉图讲：“这就是幸福啦。”那真正是什么启示？幸福快乐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什么都当成最好的。幸福快乐不是你拥有多少或拥有什么，而是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也就是满足你自己所拥有的。这也是一种正念。好，那以上分享这一段苏格拉底跟他的学生柏拉图之间的这个对话，那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好多村”或又一村，这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苏格拉底给柏拉图是一个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呢。疑无路或又一村，其实跟这条路或这一村都无关呐，而是跟自己的念头息息相关呐。观念卡住了，大路也会变窄路。大路也会变无路。观念卡住了呢，就会山穷水尽疑无路了。观念如果把它突破了，就会心宽路就宽了，心平路就平了，心通路就通了。无一路是这个念头使然了，又一村或者好多村也是这个念头使然了。所以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所以正言上人才说要多用心嘛，凡事都要多用心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下一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啊！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